如果我告诉你，一座一年接待高达7040万人次的超级机场，在过去几年人潮越来越多，客流量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它的耗水量不仅没有跟着飙升，反而省下了整整75万立方米的水，你敢相信吗？75万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它足以填满300多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省下来的水，绝大多数不是来自水库，也不是来自海水淡化厂，而是从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里挤出来的，从天上落下的雨水里捡回来的。在很多国家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份漂亮的环保成绩单，但在新加坡，这关乎的却是这个岛国能不能活下去的根基。要读懂樟宜机场的这个神奇数字，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向这片土地的过去。新加坡最大的战略弱点是什么？不是土地面积的狭小，也不是人口规模的限制，而是缺水。在几十年前建国初期，新加坡绝大部分的淡水都深深依赖于邻国马来西亚的割让与供应。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毫无保留地直言，水资源就是新加坡的生存问题，它是一柄悬在头顶的剑。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来说，拧开水龙头流出清澈的自来水是如同呼吸一般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于新加坡而言，每一滴水都是一项国家级的安全防御工程。正是在这种对缺水的骨子里的危机感中，新加坡人硬生生逼自己研发出了震惊世界的4大国家水喉战略：本地集水区、进口水、将污水循环利用到极致的 New Water 新生水，以及向大海要资源的海水淡化。在新加坡，水从来不仅仅是普通的公共事业，它是一套不可妥协的国家级生存系统。而作为新加坡面向世界的第一道大门，樟宜机场正是这套系统最极致的微缩剪影。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机场消耗资源最厉害的肯定是那些轰鸣的飞机，但实际上，机场建筑本身就是一头不折不扣的耗水耗能怪兽。冷气系统需要大量冷却水，数以万计的卫生间、餐饮、厨房、清洁消毒，还有那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植物，哪一样都离不开水。尤其是樟宜机场，拥有大片玻璃幕墙，阳光一照，室内温度飙升，冷气必须开到最大。室内还有那个著名的星耀樟宜水漩涡，虽然美轮美奂，但维持水循环本身也需要补水，再加上数不清的自动冲水马桶和洗手盆，按照常理，客流越多，用水量只会越涨越高。然而，现实却完全反了过来。对比2个时间段，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樟宜机场的耗水量是307万立方米，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客流量虽然冲到了704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用水量却降到了232万立方米，一升一降之间，整整少了75万立方米，降幅接近1/4。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省下来的水到底从哪儿来的？答案就藏在机场天花板上的冷气管道里和屋檐下的雨水槽中。先来说最令人称奇的一招，从空气里榨水。你有没有注意过，家里的空调外机有时会滴下一滩水，很多人觉得那是毫无用处的废水，但在樟宜机场，那被视作天赐的淡水。原理其实很简单，新加坡地处热带，全年相对湿度经常超过 80%， 空气中含有大量水蒸气。当这些湿热空气被吸入空调系统的空气处理机组，经过冷却盘管降温时，水蒸气就会凝结成液态水，就像冰可乐瓶子外壁会冒汗一样。这些冷凝水原本会被直接排掉，但樟宜机场偏偏给每一台空气处理机组都加装了收集盘和导流管道，把每天源源不断产生的冷凝水集中起来。然后，这些水并没有被白白放走，而是被泵回冷却塔，充当冷却系统的补给水。要知道，冷却塔是冷气系统里最渴的环节，需要不断补水来带走热量。用冷凝水代替一部分新生水，就相当于让空调自己产水给自己用。仅这一项，每年就能节约超过1万立方米的水，也就是4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量。别的国家觉得空调滴水是麻烦，新加坡却把它变成了第2水源。而最极致的运用，还要数第4达克大厦。这座航站楼把冷凝水的利用推到了新的高度，不光拿来给冷却塔补水，还接进了卫生间，用来冲马桶。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实施冷凝水回用之前， T4 每个月要消耗约500立方米的新生水用于冲厕。改造之后，这个数字直线掉到18立方米，降幅高达 96.4%。
换句话说，你在梯4的卫生间里按下冲水按钮时，冲走排泄物的那股水流，很可能根本不是来自自来水厂，而是几小时前还漂浮在航站楼空气中的水蒸气。空气变成冷凝水，冷凝水储存起来，储存的水冲进马桶，然后再进入污水管网处理，一个完整的闭环。这种近乎偏执的资源循环，在新加坡人眼里再正常不过，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每一滴水都值得被利用2次。当然，光是炸空气还不够，天上掉下来的雨水，樟宜机场也绝不放过。新加坡降雨充沛，每年平均降雨天数超过170天，暴雨一来，很多城市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排水防涝，但樟宜机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把这些水留住。机场内部有一块占地 2.2 公顷的苗圃，里面培育着数千株植物，而这些植物的灌溉用水几乎全部来自雨水，秘密藏在地下。一套精心设计的开放式地表排水系统，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苗圃和周边区域，把落到屋顶、路面和草坪上的雨水和地表径流全部引导至2个大型蓄水池，总容量高达6900立方米。这些蓄水池收集来的雨水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新生水处理，因为不需要饮用，直接就可以用来浇灌植物。这样一来，机场的绿化养护几乎不消耗一滴来自公共管网的水。别人担心暴雨成灾，新加坡却把每场雨都当成了送上门的礼物。看到这里，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不管是冷气、冷凝水的回收，还是雨水的收集和再利用，这些技术的底层原理其实并不深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里都有，甚至很多建筑也都局部尝试过。那为什么唯独新加坡能把这些细节组合在一起，发挥出让全世界震惊的庞大威力？因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系统化思维。新加坡的逻辑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是缺什么就简单的去买什么。他们习惯于把每一种看似是废物的资源拆解、重组，然后利用第2次、第3次，甚至第4次。这种把危机活活逼成科技的硬核逻辑，不仅仅体现在樟宜机场，它同样体现在把污水变成高纯度工业水的 NE Water 新生水技术里，体现在极度缺乏土地却用垃圾焚化发电并填海造陆的石马高岛上，体现在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却能靠精细化和自动化做到世界前列的超级港口中。先天资源的极度短缺没有让这个国家认命，反而逼出了无懈可击的世界级效率。7000多万的旅客来到新加坡，看到的是光鲜亮丽、充满科技感与自然美学的世界第一机场。而真正支撑着这座巨型机场在资源匮乏的岛国上完美运转的，是一套几乎不浪费任何资源的工程哲学。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也许从来都不是水，而是这种把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用到极致的智慧与能力。看完樟宜机场把空气变水的硬核操作，你觉得这种把资源循环到极致的新加坡模式，有哪些细节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你所在的城市中复制和推广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